西游记》作为中国的4大名著之一，曾先后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上映。最早的版本是中国1927年拍摄的《盘丝洞》，目前存于电影资料馆。然而，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日本，也在1940年拍摄过一部《西游记》电影。这部电影的制作阵容口味非常强大，出品公司是著名的日本东宝公司，导演是黑泽明的授意恩师山本加次郎，就连伪满映画的李香兰也参演了这部电影。电影中的特技由日本著名的特摄之神远古婴儿负责，曾风靡一时的怪兽电影《哥斯拉》和《奥特曼》都是他的杰作，所以这部电影中看到的特技已经是当年的顶尖水平。故事开始，唐玄宗和众人唱着欧洲歌剧，欢送着唐僧前往天竺求取真经。因为路途遥远，困难重重，所以观音菩萨安排唐僧先到五指山收复了被封印住的孙悟空，接着又在高老庄和流沙河收复了八戒和沙僧。师徒4人途经一个集市的时候，饥饿的八戒因为偷吃供桌上的馒头被真妙大王给抓走了。无计可施的悟空正低头叹气的时候，唐僧不慌不忙地拿出一面能透视时空的镜子，看到八戒已经被妖怪捉到了洞中。于是悟空用金箍棒变出了一架飞机，带着沙僧赶去营救八戒。到达妖怪的洞穴后，悟空再次用金箍棒变出了一架机枪，将一群来势汹汹的小妖射翻在地。但真妙大王面对悟空的机枪却毫发无伤，还变成一只螃蟹把悟空吓得四处躲避。这里的剧情来源于日本著名的童话名篇《猴蟹大战》。在故事中，猴子和螃蟹为了年糕展开争斗，最后眼疾手快的螃蟹狠狠地夹了猴子的屁股，被吓坏的猴子逃回了深山，屁股也自此变成了红的。所以电影中神通广大的悟空见到螃蟹后会瑟瑟发抖。之后沙僧赶来，很淡定地把螃蟹拿起来，朝地上轻轻一摔，就把真妙大王给摔死了。这是因为沙僧在流沙河居住多年，所以对付水产动物是轻而易举的事，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随后师徒4人继续跋山涉水前往天竺，途经到女儿国的时候，他们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八戒和沙僧在美女和好酒的陪伴下是乐不思蜀，取经的事早就被他们抛到了九重天外，包括唐僧也被女儿国的国王强留着结婚。无可奈何的悟空只好前往南海竹林找观音菩萨帮忙。头顶着卫星电视接收器的观音略施法术救出了唐僧，还收复了鲤鱼精变化的女儿国国王。接着师徒4人来到了一片奇幻的树林中，遇到了矮人国的老巫婆，后被魔法精带到一个华丽的城堡中。城堡中美丽的女王被妖怪施法变成了一条狗。在国师的恳请下，唐僧派3个徒弟乘坐着飞机前往附近寻找妖怪。途经一座妖气弥漫的大山时，3人迅速跳伞降落到了地面上，并通过石头剪子布来决定谁去巡山。最终输掉的八戒一个人前往了深山中，不料却掉进了妖怪的电梯里，之后连同沙僧也一并被捉。悟空正变成苍蝇要去营救他们的时候，却被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在监视器里给发现了，随后派出大量的机器人追杀他们。3人仓皇逃出洞外后遇到了魔法精，魔法精请他们吃了一盒薯片，还送给他们一片羽毛。悟空拿着这片羽毛去吓走了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接着按下程序开关让机器人自相残杀。此时悟空从监视器中看见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已经乘坐着飞机逃出了山洞，于是迅速变出战斗机将其击落。妖怪被降服后，城堡的女王终于恢复了人样，徒弟3人被当作英雄一样抬回了城堡。这部电影可以说是集神话、童话、科幻、现代战争为一体的《西游记》电影，和美版《西游记》有异曲同工之妙。相信大部分人看完后都比较难接受这样的改编，但是这些情节背后是有原因的。首先，电影中会出现机枪大炮，其实恰恰反映了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只是表现在侵略战争上，同时也渗透到了日本人的意识和文化中，这是极其危险和可怕的。另外，这部电影中有很多情节都是用歌剧的形式来演绎，这是因为东宝公司本身就是以剧院起家的，到今天呢仍然控制着日本多个知名的大剧场。在拍摄这部《西游记》的时候，东宝公司的电影产业才起步仅仅3年，所以自然要把拿手的歌剧融入到电影中。电影最后压轴的魔法精情节，则完全是模仿1939年的美国动画片《绿野仙踪》。这部动画片在当时是风靡全球，因为它给观众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奇幻世界。这部电影之所以要加入这么多的元素，就是想试图塑造一个类似《绿野仙踪》那样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西游记》呢不过是它的一个外壳而已。所以这部电影中的很多情节在今天看来会有很多槽点，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杂交产品。但如果我们从对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去看的话，就不以为怪了。
好比在美版《西游记》中，唐僧和观音能谈恋爱，玉皇大帝处罚孙悟空前还要经过法庭辩论，这其实是体现了西方自由恋爱的观念和法治思想。所以很多电影都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背后还会反映出一段历史、一段文化、一个民族的观念，甚至一个时代的风貌和意识形态。